来吧，小玩具，今天我们来玩 FT 大无畏的飞火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出的实在是太慢了呀！隔壁梦星的那一套都出齐了 ，FT 现在还差的挺多的，尤其它差那个主体的框架。先来看一下这次玩具的盒子吧，依旧是跟 FT 前几款飞机同样的包装，漫画式的峰会也是照着玩具实物画出来的。纸品方面，全彩印刷，中英文双语说明书，变形指示还算详细。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 FT 标配，另外的配件就是一张替换的表情了。飞火单人的武器可以挂载到机翼下方，飞机的造型可以说是相当的还原了，而且 FT 的工艺很不错啊，每一个尺寸、线位这些卡扣缝隙对的都是非常准的，所以飞机整体的一体性相当的好。机翼也做成了这种上翘的尖儿、下垂的水平尾翼，包括上边的这些线条。涂装印刷也是非常符合机翼里边的一些形象。变形到位的话，机身的密合缝隙相当的好啊，对得很准。驾驶舱可以打开，里边有小座位的刻画，以及人形的脑门变成了座位下边坐着的部分。起落架的造型刻画很细致，而且轮胎都是可以滚动的，所以推个机啥的没啥压力。并且机身的厚度保证得很好，并不会出现下边驮着一大片累赘的地方。包括翻过来看，整体腹部的造型也是比较规整的。后边的引擎这里球形关节稍微可以调整一点点的幅度。然后我们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。FT 的飞行太保部队啊，四肢来说变形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也就是主体银件的部位变形起来挺复杂吧，主要它片片挺多啊。先把起落架全部收起来，武器我们也都摘掉了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这些尖儿的地方双段关节对折起来。在变成机型的时候，这里有两个卡扣啊，它来支撑一个上翘的翼尖造型。变形的时候，从这个方向双关节转就没问题了。后边的这两片水平尾翼对折翘上来，然后整体往开拨，这里边有4个插点。把这些扣子都拨松，两边的引擎往开翻，中间的这一片左右打开。机翼部分往开拆的时候，注意前方这里有一个扣子，挺长的，把这里扣松，然后往起拉，从红色的盖子这里卸开这条缝隙，这边搭着的扣子撬开一点点边儿，后面这里还有一个插口，打开这里，接着。整体的旋转一个90度，撇过去，前方的这个尖儿翻下来，稍微的转一转啊，别把这个地方蹭到。裙甲的位置中间这里也有插扣，中间的合金连杆撬松，双腿这个时候就可以翻开了，打开里边所有插扣固定的位置。然后一个细节注意，翻开这个三角区，记得把这一片侧裙甲稍微的腾起来一点空间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块状的地方，是一个锁扣，把这个锁的钩子打开。哎，你这个时候腿部往外拉一点点，滑道就可以拉长。拉到底之后，把这个关节拉出来，再把这里大腿进行锁定，它就不会回落了。接着顺着这里边的合金杆 Z 字折叠展开。看到中间的凹槽对准，卡进去，前方这里锁一个膝盖的边，把这里夹住，腿外侧就可以包上来。小腿内侧还有一块面板，翻起来扣住，把这块包平锁定。脚尖顺着下方这里扣起来，那这条腿部我们就搞定了。腿部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，非常简单啊，就是一个 Z 字折叠的伸缩。然后裙甲的这一块，看似中间这里的合金轴其实是3段关节，所以你在翻转的时候，记得从这个红色的根部这里对折个180度贴上来，把裆部下方这里的卡扣对准。如果说你发现这里没有对准，这个扣子扣不上的话，就调整红色和金属杆中间的连接环节。哎，然后腰部这里的这两片放下来。现在翻到背面，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一片缝隙也打开，然后这里往下拉，
根部这里有连接的轴，把它掰开，叠，靠在这里就好了。腰侧面的这2片再向下回归，通过这里边的连杆对折，插入，扣在一起。机头直接往起翘，双关节往后搓动，然后包过来，对准这里边的卡槽，前后有双扣子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同时侧面这里还能翻出一个7型钩，再把边上这一块锁住，就连接成大无畏成员背后标志性的小飞机了，而且夹得很紧，不会散开。胸腹部变形，打开左右这2边的锁扣，前面的这一块合金板子拉起来。这一块手臂翻出的时候，同样还挺紧的，很不好操作。我们先要把这一块零件往前推移，滑动一下，得使点力。我刚才也是用了点工具，终于把它抠起来了。如果密合到位的话，你想抠出来还挺费劲的。最好借助一点工具，把这个滑槽往前推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手臂先翻转90度，然后再往里推，滑进去，再翻折，再往后推。好，这样去把胸口锁定住啊，也是为了密合缝隙严谨吧，再加上这个滑轴中间有漆啊，这地方特别的紧，玩的时候要小心一些。胳膊就可以立起来了。腰部这里中间有2个合金的轴 ，Z 字折叠，我们把它缩下去。好，肚子就可以跟这样盖起来。注意左右这里还是有2个插扣的，对应我们刚才翻折过来的那个方块，把它掐住了。腰部侧面这里的锁扣再结合，好，身体就搞定了。胳膊变形和之前另一条手臂同样的结构，先拉长，掀开盖子，这里边进行一个 Z 字折叠的翻转，中间这一块是合金的零件，对准，再把盖子锁回来，用边部的这个扣子钉上，把它结合好。打开后方的盖板，拳头翻出来，最后脑袋旋转180度，变形完成。之前吧，我记不太清是弹弓还是哪款成员，它这个肩膀里边是一个螺丝做的铆钉，所以你如果从一个方向旋转的话，会越转越紧或者越转越松。这一次的飞火呢，虽然说我打开看了一下，这边也看不到里边到底是铆钉还是螺丝，因为这边的盖子完全挡上了。想看的话，你还得把这4颗螺丝卸开，还得拆开中间的轴，挺费劲的。但就目前这个肩膀玩了几圈，测试了一下，应该不会那种越转越松或者越转越紧的现象，还可以。卸下来的2把枪通过中间的左右搭扣扣在一起，头部360度旋转，点头抬头，不是球形关节做的独立轴，而且还原度方面做的也很高，胸口有着不错的漂亮花纹，而且这2块可以打开，我估计是最后在合体情况下这样去结合用的吧，应该是一个滑槽滑进框架里边，用这个地方进行锁定。肩膀360度旋转，刚才我们看了平举可以举到90度，二头肌旋转，曲臂弯折90度，全指可动的手指。前裙甲这里有着非常漂亮的刻画，里边是银漆，外边压的透明零件，刻画出来很漂亮。虽然说这样撩开裙甲，腿部侧踢会有了更大的幅度，但这一款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，它是没有左右转腰的。为啥呢？这块零件拉出来，我们看到合体以后，大无畏这是一个手肘的关节，左右旋转的方向做在了上方，这是保证二头肌旋转的那一块。但下方这里是做死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如果说轴换一下位置，让小臂来进行大无畏的旋转的话，飞火独立的就可以有腰部旋转了，左右旋转腰部都没有啊，更不要谈到什么弯腰关节了。这一块齿轮关节应该是大无畏的手肘，所以非常可惜啊，飞火的可动就为了保合体完全这么牺牲下来了。
撩开前裙甲，前踢这里是齿轮关节，踢到90度没什么问题，后踢1尺大概10几度，大腿左右旋转，膝盖齿轮关节90度弯折，脚踝整脚的左右接地。后背来看，小飞机的完整一体性保证的也不错，腿部这里遮盖的效果也很好，翅膀进行了堆叠，并没有任何偷胶空洞的地方。人形、机型的还原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做工质量包括它的涂装表现力啊，这一点也是 FT 由来已久的优点。不过这套产品最大的2点致命伤，单体的可动，刚才我们说到，还有一点就是这一块面板在变形过程中滑动，尤其从飞机变成人的时候，这块操作会很困难，里边太紧了。所以 FT 的飞火单体就是这样了，最终还是要看它大合体以后的一个完成效果。那我们也是期待 FT 也得赶进度了，毕竟大无畏合体完了以后，飞天虎那边还欠着账呢。那么得嘞，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